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，这个天也是一天比一天热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也得随时观察我们的蓄水池有没有水进去。那个水井里面，我们那天看了，那个水量还是挺大的，就是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断掉。那么在下面种了几个月的菜籽，现在晒出来一共就这么几包。那么说改天要拿去打成油，我们给它扛下去吧。嘿，嘿，嘿，再来一袋。哦，到哪了？好嘞。哟，我跟人家。2袋一起下去。你这个种了几个月就2袋，也没什么重量。老王问你是不是很轻？再来一趟吧。老鼠好像不吃菜籽。4袋菜籽晒成2袋了。晒一次缩一次水，不知道榨油能榨出多少斤。哎呀，这个榨出油后让老妈拿去卖吧，这个很值钱的。老妈说蓄水池里面都干了，因为那个水井里面它虽然有水，就是它等那个水吸到这边来以后，就会进空气，然后就没有水。现在又开始到处找水源的季节到了。对，我也跟小鱼说了，我说我们几家合伙去修一个蓄水池在山坡上，像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缺水了。那个蓄水池，看来要尽快动工了，不然的话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村里面所有人都得没水喝。对，你看，我们这个蓄水池虽然修建了，但是它没有水源进来，也没有用。叉叉他们和小游用的同一股水源，如果断掉了，他们也没有水用了。奶奶他们也是。妈妈说她刚刚去水井里面放水过来了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了。哎呀，不，有这么多了。这个水完全够我们用了。我们一家人用是没问题的。我感觉这样还是不行呀，我们还是得在山顶上修一个蓄水池，用流动的水啊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蓄水池随时都是，一会儿满一会儿不满的，像这样的话，它的水就会被污染。要是让它流动起来的话，就要好一些。我感觉又回到了我们当初刚来这里的那种感觉。有时间还是要把这个蓄水池好好的规划一下，给它洗干净，然后装过滤系统，然后把这个搓水让它引出去。我觉得像这样还是不行，因为必须要让那边的水呢满足这边，让它流动起来，就是这里进去，这边出来，就不要让它变成一滩死水在里面。对，不知道小游他们上面水源的地方。那个水流量怎么样？上面水流量是可以的，就是差一个蓄池了。我也去看一下水井里面的那个水。水井之前还以为给它修复了之后就有用不完的水了，结果发现还是不怎么够用。哎呀，这个盖板太重了。可以。往这里上去看一下，哇，叉叉们的蔬菜又长这么多了。以前往这里走的时候都是荒土，现在满满的蔬菜，这些地还得要有人种。这些辣椒已经吃不过来了。叉叉他们这块地租得很值，因为就算干旱，
因为它的这块地就在水井下面，干旱也不怕，对，那个水自然就渗透到他们这块地里面来了。过去看一下，他们那边这一段是没有种什么的，这一段因为长期水井出来，容易被淹，种蔬菜的话容易烂根，所以就只种了那边一半。哇，看这个样子，好像水井里面也干了。这个水井，我们当初和叉叉一起修复了。你看，这边这些地里面全是水，那水还是被渗透掉了，还是没有存住。没办法呀，因为我们想把它挖深一点，这太局限了里面。对，你看要是有挖机的话，2下就给它挖深了。这个水流还是很大的。哇，你看这个流水，这水很冰的，看一下水够不够？完全够，快满出来了。它满到一定的程度就漏了。哇，好冰呀，像冰块一样。还是存不住水。对，要不要喝一口凉水？做神仙豆腐就必须要水井里面的这个水才可以。好舒服呀！哇，这个流水很大呀！这么大的水，为什么我们蓄水池没有水过去呢？可能是管子中途进空气了，不用担心了。我感觉不修蓄水池也没有影响。对，暂时我们这几户应该是够用的。对，如果说叉叉他们不够的话，又可以到我们蓄水池里面去用那个提水机提起来。到时候小游他们都可以在我们蓄水池里面提上去。现在有这个门了之后，干净多了。对，以前没有这个门的时候，那些小鸟啊、青蛙啊、蛇啊都跑到里面去。自从我们修这个门以后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进行污染了。现在可以放心的饮用这里的水，就怕一些农户就是给那个稻田打药的时候把那个农药放进去，所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。但是我们私底下也跟他们说过了，尽量不要把那个农药包放在这个水井上面，因为是我们每天都在饮用这里的水，也不安全。这里有2块地，这里这块小的，他们也是荒废了的，什么都没种。然后这里这块，叉叉他们把它隔出来也是荒废的，长期被水泡着，蔬菜种不起来。我们当初放的这个水瓢在这里也没有用了，还是这个在长期使用，这个使用率比较高一些，可能觉得小一点方便一些。小游不在家，不然的话问一下他们那个水源在什么地方。我们3家的这个地势，看叉叉家在那里，我们家在下面，小游家在这个位置，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。小游家这个地理位置最好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而且凉快。对，就只有我们家是最低的位置，所以水放下去的压力是最大的。对。所以说，就我们家有压力，他们2家都没压力。